近5000块买辆车后，我又花2万块买了套房，实现有房有车梦。房子主体完好，4间正房，3间厢房，准备先全部打通，后期再决定怎么改。房子西边还有一块50-60平的地，可以围起来做个私人花园，坐在花园里往外看，视野很好。今天先把所有的墙砸了，这是个体力活。墙都是用一层砖立着立起来的，比较好砸。我就一顿砸，砸，踹，一顿踹，好像小时候玩的拆积木。不到2小时，我就给它拆完了。一片废墟，累得不行了。晚上多吃2碗大米饭，明天接着干。今天就先到这吧，明天再收拾。拜拜了。打算把房顶先拆了，然后再一起收拾吧。说干就干，大锤拎起来吧。大锤拎着太慢，你们猜猜我换了个什么工具？效率提高了一半。拆房子的过程中，也知道了房子的构造。上面是玉米杆跟泥土混在一起，然后还有一层石膏。玉米杆回头拿来烧，鱼声跟蛤蟆声交织在一起，这就是大自然的声音。收拾一下，把拆墙的砖头先堆院子里。开始抬砖吧。干这活太费腰了，这些砖头和土可以建到外面小花园里，都不能浪费了。我们的原则就是能不花钱的地方就自己动手。现在的人工费太贵了，一个工人一天要200-300，我们这一天就省600块，省了就是赚的踏踏。把砖头上面的水泥都砸掉，后面还可以用到。这房子里的一砖一瓦都是我们花钱买下来的，都不能浪费了，既环保又省钱。最后把屋里打扫干净，今天就干到这吧，感觉要快断了。拜拜了您了。好几百块买了个就3轮摩托，拉东西用。院子里不用的砖头、石头和土没工具往外拉，还就得靠它。我擦嘞，光这3轮车就得200-300斤重，还有车上的土和石头。你们猜猜这一车得有多少斤重？我差不多倒了4-5车，又是费腰的一天。我是苦力活、技术活一把挑啊！瞧我这倒车技术是不是很娴熟？因为前几天刚考完3轮摩托驾照，不过考摩托驾照可没有倒车入库哈哈。刮墙皮，先把墙皮喷上一遍水，这样比较好刮。这个活也太无聊了，又费时间。这面墙都快刮完了，才想起来拍一下。给2只狗都干困了。刮完墙，把原来吊顶的木头给拿下来，在上面也太难看了。今天又是又累又脏的一天，所以更新有点慢。还好也没多少人看哈哈。拜拜了您嘞。今天继续把另外3间屋子墙皮刮掉。早上起来手都是酸的。不过一想到省下的钱就是赚的，我就又充满了动力。刮完墙皮，顺便把房梁清理一下，上面落了很多灰尘，给它吹干净。清理干净，给它刷上一层清漆，让老房梁焕发新的光泽。
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，就是要把房子的电通上。因为这房子好几年没人住了，电已经掐了。前几天联系镇上的供电所，把电表给安上了，但是电线得自己接到房子里，所以这活还得我干哈哈。我对电挺害怕的，去年在楼房的家里老是跳闸，我自己闲来没事捣鼓了一下，结果不知道哪根线接错了，直接炸了，给我手指头都炸黑了。不过有了上次的经验，这次我会很小心的。总算接的差不多了，明天再试吧。每天虽然很累，但心情都特别好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吧，拜拜了您了。早早的来干活了。今天把房子西边这块地方给清理出来，里面杂草丛生，还有一些垃圾，全部给它清理干净。换个工具接着干。才干了一会，我就又开始玩了起来。这树虽然枯了，但是根还扎在地里，要连拉带拽才能给它整到了。这时候我家大憨狗来监工了，其实就是无聊了，想看看我这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。今天开始刷墙，刷了白色后就看着违和多了。外墙和窗户也刷了颜色，这是刚开始还没刷的样子。哇哦，刷完漆以后像新房子一样。他俩这是知道我在拍照吗？哈哈，欣赏着自己的杰作。然后太阳就要落山了，看着夕阳多美啊！不能用了，今天给它换个新的。第一次安装门还挺成功。大小尺寸刚好合适，我老婆刷的颜色哈哈真好看。旧窗户有的玻璃都碎了，给她换个好的。今天的主要任务是做新窗户，在网上订好的尺寸，窗扇和窗框都需要回来自己组装上。视频有点长，最后有组装好的样子。我之前也都没干过这种活，只能一边干一边摸索。做得不好也只能凑合，就当是长经验了。这窗户中间是用榫卯结构连接的，4个角需要用钉子固定起来才坚固。窗扇则需要用荷叶连接，我也是第一次干这活，有的地方都没处理好，不过还是能用的，可能是我要求太高了。果然是术业有专攻。我这连入门水平都达不到。得嘞，你们慢慢看吧，我不想打字了，好累哈哈。做后成果展示哈哈，总共做了3个，慢慢悠悠的用了1下午时间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吧，拜拜了您嘞，舒服。今天把厢房的窗户拆了换新的，先拿电锤一顿突突，把窗户4个角的砖头拆几块下来。这些活只要工具齐全，其实也不难。再拿锤子打2下，窗户就能很轻松的拿下来。以前的老窗户质量真好，还挺重的。拿新窗户比一下，有几个边缝太大，需要拿水泥填一下。这活对我来说也很轻松，只不过没专业泥瓦匠师傅干得那么好。最后成果展示。今天继续安窗户，
窗沿边上的水泥也干透了。我拿窗框试了一下，还是有点缝，只能再拿水泥填平一下。我还挺爱干这个活的，像小时候玩泥巴一样。等水泥干透了，就开始安窗户。我特别喜欢西厢房这个窗户，视野非常好。等后期外面的那块小花园收拾出来，一推开窗就能闻到花香，我也是非常期待。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，这个窗户是拿砖挡住的。正屋还没收拾完，我就迫不及待地把这扇窗户打开了。到时候西厢房改成一个厨房和餐厅，窗户前面摆张桌子，吃饭、看书、喝咖啡、发呆都行。窗户弄好了，太阳也要下山了。最后来欣赏一下落日吧。几天没更新了，今天准备自己做个房子的大门，从之前整理屋子剩下的东西里面找2个柱子，把表面这个一层用小磨机打磨掉。这活费时间又很无聊。打磨完了，看起来就没那么旧了。然后刷上一层木蜡油。等它干透了，就找好位置，准备安装门框。底下开个洞，然后用水泥砂浆封起来。等水泥干透了，明天才能安门。我趁这时间先做个简易的门。找了之前拆房子剩下的木板，分布格式需要改一下，我给它进一块漆就可以了。门明天才能装，等装好了给你们看。今天先到这了，拜拜了您了。准备安房子大门了，非常忐忑，不知道会不会翻车。看别人安门都要有个门框，就拿这2块旧木头当门框。冲击钻打孔，装膨胀螺丝。为了让门框更结实一点，我一边钻了3个孔。看我这2天晒得有黑的胳膊，再出点汗，像是抹了油一样，有黑锃亮。男人嘛，黑一点看着健康，哈哈。门框安装好后，量好位置装门的隔页。录了一半，手机没内存了，过程就不发了。隔页安装好了以后，直接安门锁。我这个门只能防君子，防不了小人。一脚就踹开了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房子都得有个门啊，是不是？好了，装上门锁，看效果。OK， 没问题。刚走到门口，眼前的一幕，心疼门3秒钟。前几天刮台风，没经受住考验，不过没关系，生活还得继续。今天打算在院子里垒一个小花坛。没有任何经验的我，还是决定想咋弄就咋弄。享受自己动手的过程，不在意结果。挖个坑，埋点土，数个1、2、3、4、5。干完活，我才后知后觉，觉得哪里不对。砌砖第2层应该压着第1层的砖缝，这样才坚固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反正就是个小花坛，不容易倒就行。这边我打算尝试用砾砖来砌，听别人说用砾砖砌更需要经验和技术，我也不敢砌多了，就先砌2层，怕倒了。这边继续往上加层。
我打算尝试镂空式的，这就稍微有点难度了，得慢工出细活。主要这些砖都是拆房子剩下的，扔了怪可惜，都清出去也费力费时，不如垒点啥才能长点经验。花坛雏形已经砌完了，太阳也下山了，今天就到这吧，拜拜。然后继续开始干我的活。院子里还剩好多砖头，我就想随便砌个台子吧，放点花瓶啊，乱七八糟的装饰品都行。先第一层铺个平面，开始砌第二层。其实从一开始我决定自己动手改造房子的时候，就想着随着我俩自己的想法，想怎么弄就怎么弄，也没有具体的风格。如果非要给我们的改造风格加上个意义的话，那就应该叫混搭装修风格。因为屋子里全都打通了，随便摆点东西、家具什么的就行了。这样在屋里打滚翻跟头都能施展开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打滚翻跟头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了，天儿慢慢变凉了，大家注意保暖。拜拜了，营内。回来把这点活干完，房子的硬装就差不多了。把这面墙全部喷成白色的，后面做点软装也好搭。外面院子这几棵树用网片给它围起来，不然这树根一直往外长。你俩倒是玩得挺开心的嘛。剩下的砖头也给它利用起来。